pessoal, esta live faz parte da divulgação do drama Bodian, The Truth Within. Como o conteúdo é longo, ele foi dividido em 3 partes para facilitar a experiência de quem está assistindo. Vale lembrar que dramas chineses costumam ter um nome interno, um nome em inglês e, em alguns casos, mais de um título em chinês. No Yoko, o drama recebeu o nome em português A Verdade Interna. Espero que aproveitem cada parte. 利落果断的刑警大队副队长祝清月，还有我们冷静睿智又极高智商的法医主任齐思哲。来吧，朋友们，欢呼声、呐喊声，让我们主创们感受一波，好不好？哎呀，太热情了，又见面了。来，我们这个各位主创们都已经来到现场了哈，我们也邀请我们 Hello， 大家好。哎，来到现场的各位主创们，来跟我们现场文娱城的同学们，还有收看直播的小伙伴们，先来一一的打个招呼，好不好？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我们的播剪。我是演员罗云熙，在播剪当中饰演法医齐思哲。哎，欢迎齐大法医！哎呀，今天这身真是帅气哈！欢迎我们齐大法医。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这个祝副队长了，哈哈来。大家好，我是刘亚瑟，在里面饰演朱清月。祝大家新年快乐吧！新年快乐！2026年的第一声新年这个快乐哈，是我们播剪送给大家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的韩大队长，韩队儿，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江启林，在里边饰演韩风，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天穿的这身就喜庆哈，带着一个新年的这个欢快气氛来到现场了。而且我看到了各位来到现场都不是空手来的，都是带着礼物来到现场的哈。我们让这个齐大法医来给我们说说带的这是什么礼物呀？给我们文艺城的同学。这个是真的茧，对，它其实有2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寓意咱们剧播剪能够越来越好，对吧？然后大爆，然后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希望大家在2026可以剥去所有不好的旧事，然后迎来所有美好的新的希望。哎呦，这寓意太好了！想要吗，各位同学们？那我们就邀请3位把这化茧成蝶的祝福送给大家，好不好？来吧，邀请各位把我们手里的我们的播剪的茧哈，来到这个同学区域里边，送给我们各位同学，好不好？可以走到我们同学旁边哈。我们的播剪也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化茧成蝶，展翅翱翔，步步高升，好不好？哎呀，收到我们这个蚕茧，我们播剪的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记得哈。接下来要多多支持我们的播剪哈，多多支持，可以边播剪边看播剪哈。OK， 好嘞，我们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各位主创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哈。框也送给你们了，好不好？来，让我们这个祝副队长来这边哈。对，反位置他们。哦，好嘞。接下来我们这个收到了我们的这个礼物之后，接下来要跟我们主创们好好聊一聊了。刚刚说今天是我们这个合成小分队的这个各位主干们都已经来到我现场了哈，大家特别好奇说，哎，3位在我们这个小分队当中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我们先来这个听你们聊一聊好不好？我们这个齐大法医，你觉得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担当呢？齐法医啊，齐法医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也有一点点这种悬疑担当的属性，对，因为好像在某个什么凶手的那个榜上，齐思哲一度被投到了第1名，是吧？所以他有一点这种悬疑担当的这种成分在里边。然后当所有的误会解除了之后，其实我觉得齐思哲在这个合成的小分队当中，应该算是我们3个当中的一种后勤担当吧。就是有一些搜证的工作，以及证据的采样的工作，以及去从这些所有的物证当中，然后分析出各种各样的线索的这种后勤担当，然后也算是一个线索的推进器吧。对，但是我觉得我们3个应该算是
一个整体，就是密不可分的，去了谁都不行，互相配合的哈。是的，前几集的时候，齐思哲被这个列入猜凶榜的这个榜首的时候，那时候什么心情啊？觉得说凶手就是齐思哲吧？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这种悬疑感可以再推得更深一点的。对，如果说。就是我昨天还在聊，我就说，如果说那个戴个斗篷的那个造型，先可能露的脸更少一些。当第一次发现这个戴斗篷的人，就是韩风他们从那个监控当中发现戴斗篷的人是齐思哲的时候，这个时候露出齐思哲的脸，可能那种悬疑的氛围会更强烈。那我们就会猜到这个片尾，一直觉得齐思哲就是猜凶榜的榜首，会觉得就是他了，就是他哈。OK， 但是从我们这个凶手榜到了我们这个后勤榜的这个担当哈。好，接下来要问问我们这个祝福队长了哈，你觉得你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是一个什么担当呢？我是牛马担当。牛马担当，活都让咱干了是吗？就是哪里需要我就往哪去行动。往哪行动，对吧？主要你们这个队伍里面活太多了，每天都是忙得吃不上饭的这样一个队伍，对吧？就是不用吃饭，只用干活。只能干活啊！这个队伍跟各位说一下，班味不比咱们少，班味很重的一个组合哈。OK， 牛马担当，我们听听韩大队长，您觉得您在这个队伍里面是个什么担当？我就是同学担当，对，同学担当，像我们同学一样，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哇 ，copy 副队长的话。好了，听到这个不同的担当哈，这个更加了解着各位在这个我们的队伍当中的一个担当，也更加了解到我们这个小队伍的一个分工了哈。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用一种更这个现在时髦的这个方式哈，大家都知道现在有这个动物塑哈，每个角色像什么动物。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剧里面也有一个特别这个有意思的剧情，就是某一个犯人他把自己幻想成某一种动物哈，他想象自己是一只蜘蛛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你们觉得动物塑的话，你们这几个角色分别是什么动物呢？齐思哲，你觉得你是什么动物？我吗？动物啊，气死猫。不知道哎，不知道吗？不知道哎，给你们一些参考。不是，你知道我昨天形容你是什么吗？不知道。你猜一个。我猜啊，你觉得我是犬科、猫科，还是我也不知道它是猫科的吧？猫科的，老虎不是，狮子不是，树懒不是，是哪一个韩队？是那个你应该猜不到，是那个白狐。哦，白狐啊！哦，白狐，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的干干净净的嘛，然后白狐应该脑子也挺聪明的。哇，我觉得就挺贴切他这个形象。哎，这么说还真的有点像，有道理。对对，韩队今天冲浪赢了，对吧？不愧是魔丸。然后我说那个驻队是什么？驻队是什么？你猜？我不晓得。黑猫警长。这个很贴切，这个很贴切。黑猫警长，白虎黑猫警长。那咱们韩队呢？您觉得您是什么动物素？我是一只狗。哦。什么品种？什么品种不重要，忠诚比较重要。一看就是缉毒犬是吧？警犬，德牧，美卡。反正就是这个类型的吧，美卡，很可爱的。现在你们说完之后，大家脑海里面都有想象了，对不对？现在台上这3位都有分别的这个动物塑造了哈。我们接下来就考验一下我们这个演员的想象力，好不好？你们就带着刚刚说的这个动物塑，我们一起冲着前方，一起摆一张这个照片，让我们同学们来拍张照片，好不好啊？好吗？来吧，各位哈！刚刚想到我们白狐啊，还有我们这黑猫警长。还有我们的忠诚的警犬啊，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我们一起摆张照片，拍张照片，好不好？来，3、2、1之后进入角色哈，3、2、1。哎呀，掌声送给他们！带入角色了哈，这也是我们追剧的乐趣。当然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波姐呢正在我们这个优酷热播当中，所以接下来呢，要跟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收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来回应一下我们在播期间的热梗和这个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事情，好不好？
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给我们线上的小伙伴们先来送上一波福利。这个福利就是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发送弹幕，上优酷看播简，点击我们右上角的抽奖组件，一键参与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主创签名照啦！来，各位小伙伴们快快参与哈！现在就给我们现场的小伙伴们可以把我们手里的手举牌都举起来了哈。我们来看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问一下我们各位主创啊，什么样的热梗？首先看到这位同学呢发的这个手举牌是。没感情只破案，很放心。哎，我相信这个3位主创们都已经看到了哈，说看剧的时候觉得我们这个小分队里边真的是哈没有任何感情的羁绊，所以特别放心你们办案能够全身心投入哈。你们觉得这个说法，这个是对的吗？来，让我们这个几位来聊一聊哈。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准确吧。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情感是藏在下面的。对，而且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说3个人是一个整体，然后如果说这一个整体他们没有，相互之间没有情感的这种羁绊的话，它其实是不成立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同事之间的一种信任，以及把后辈交给彼此的这种可靠的这种信任感。对，它可能不是情情爱爱的男女之情，但是是一种超越了这种所谓的爱情的更深层次的这种友谊以及这种信任的这种羁绊。而且他们3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憾的逝去，对不对哈？像齐思哲他的遗憾逝去是他的。对，而且就是说，如果说分开拆为3个不同的个体的话，其实也有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同的感情。比如说像齐思哲的话，他其实就是因为多年前，因为他自己的前女友死在了所谓的原钻案这个案件当中，所以他其实整个人，然后又因为原钻案，然后受了非常重的伤，通过1年时间，然后自己做复健，然后想要把这个原钻案彻底的查清楚，然后抱着这样子的一种执着的一种信念，然后去展开他之后的故事。其实这也是他内心深层的一种不一样的情感。对，他齐思哲有这个前女友的逝去，像韩风有他的这个妹妹的逝去哈。那这姐姐也看到了，原来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祝福队长，他有他哥哥的这一条线的逝去哈。所以说他们其实有着更深的情感羁绊在里面。OK， 说到这个更深的情感羁绊呢，也说到我们这个几位在队里面的辛苦，大家也看到了。网友总结说，已经看到第9集了，大家还没有吃上饭，大家有没有觉得实在太辛苦了，对吧？哎，但是大家更担心的是，因为在戏里面老宋的这个遭遇，可能后面你们还是没饭吃。有对网友这个担心，你们觉得怎么样回应一下？没饭吃的这个事情后面哈，韩队作为队长，您觉得？你就看呗，就你看到后边就知道了，对。同学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现在是这个吃饭点嘛？哦呦，我跟同学们说一下，因为同学们好多都路过，就希望同学们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部片子叫《波检》，它就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破案剧，它其实是专注于破案剧的破案剧，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啊！哇，韩队好会见缝插针的安利剧情啊！各位都记得去看《波检》好不好？OK， 好了。因为在戏里面，大家说这个经常他们吃不上饭，所以说是不是两边都火气挺大的哈？所以经常会看到齐法医跟我们的韩队哈，就是经常吵起来了。我看到有一个评价非常有意思哈，说这个吵起来感觉很像是2桶加特林和一只卡皮巴拉啊，什么感觉呢？给大家来看看哈，有点像这个意思哈，同学们。2桶加特林啊，一只卡皮巴拉啊。就互掐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让这个祝福队长跑到中间说：“你们别打了。”不，打起来！你到中间来，你到中间来还原一下这一幕，来看一下哈。小品啊，别打了。蹲下来一点。好，这就是我们2桶加特林啊和一只卡皮巴拉的剧情哈，确实哈。OK， 在这个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桥段给我们这个感受到哈。当然这个。刚刚只是小试牛刀还不够过瘾，因为在戏里面经常有看到我们这个齐法医和我们韩队争吵的戏份啊，争吵的戏份几乎每集都会有一集争吵的戏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升级一下，让2位呢给我们还原一下下面的剧情啊，先让2位猜一下，看看这是哪一场吵架的戏哈，有那么多吵架的戏份里面，
就最出名的那一场。最出名，我不听的这一场。我不听。有点耍赖啊，有点耍赖，挺好用的。对，哎，还记得那一集的台词哈？我们大概可以想一想这个台词的内容。我们这样，接下来呢，想不想看看他们现场演绎一下这一段？但是呢，难度有升级。这一段呢，一个是要求他们用各自的方言演绎，第二呢，在剧情里面呢，不是当我们韩队说我不听就结束了吗？接下来我们在现场呢，加大难度了，让我们的祝清月呢，在我不听之后出现。后面的剧情就是我们各位的演绎了哈，即兴演绎了哈。好了，各位准备一下哈，台词呢给各位看一眼哈，在戏里面这个台词大家可以看一眼。不用看，他都知道。都知道这台词哈 ，OK 了哈。好，接下来呢，各位今年的小品啊，我不听。看好台词，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哈。你今天都感冒了，你还上班你？你清醒点儿。这不是一块砖吗？哪需要我？哪需要你哪搬哈？来，各位小伙伴们，我不听小品，现在开始。跟你有关系。爪子嘛？你说爪子嘛？你生病了，你跑这儿爪子？哪儿需要我往哪儿走噻？我跟你说，爪子嘛？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咋个不对劲？因为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不听我说话。我戴起眼镜我都看不到你。是，那你为啥子要戴眼镜呢？你就不能让我看见你真诚的眼神吗？我昨天晚上哭了一晚上。他哭了，为什么？我也好奇 ，why？因为我们没吃成饭，我们一直在工作，我们每天只能破案，没饭吃，没饭吃，是不是？没有体力干活了。不是，我真的要跟你说哈，是这样子的，就是那天李一奇在天台，他和李淑婷同样出现了趋光性。我现在要跟你说这个事情，请问你听不听？这个案子早就破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我一定要跟你说了，我一定要跟你说。你不要再说，我不听。你听不听是你的事，我不听。好了，我不听。我都听到了，你们俩的关系我知道了。你是哪个？该破案的就破案，该吃饭的就去吃饭。可以，该吃药的就吃药，该吃药的吃药。OK， 哇，好精彩啊！最后发现他们是老乡了，是吗？一直在讲这个四川话哈。OK， 有意思吧？这一段好玩哈，好玩，我们就继续哈，来听听我们下一位小伙伴的一个分享，好不好？来看看大家把我们的数据牌继续举起来哈，看看我们这个小伙伴们下一个举起的是什么哈？哎，我看这个同学有一个破案界的3A 景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分队有没有听过这个称呼哈，就是我们小分队其实在外面名声很大的，说你们呢每个人去断案的时候，每个人的气场都非常强大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气场呢都是 A 爆了，所以说呢我们叫做破案界的3A 景区啊，这个3A 景区，哎，有没有觉得确实好像在戏里面有一些非常邪恶的画面的时候，但是看到你们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安心。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